原来成为药人者就是这种感觉，实在是令人惊骇。今日就先到这儿了。宋宇，穆家主和雪薇死了。大哥，听到了。可如果我们要是在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死。我们是暗河，是杀手。生死对于我们而言，本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。所以在大哥心中，我们暗河的子弟，仍然还是所谓的杀手吗？我们仍未走到彼岸，也没有摆脱他人的控制。你听明白那日大皇子的计划了吗？他想趁大少会的前夜，让那些因自家子弟成了药人而被要挟的将军王侯，在天启城发动暴乱，同时亮出龙风卷轴，让龙风卷轴和药人之乱同时出现，然后嫁祸给琅琊王，最后自己再出手平乱，杀了琅琊王，以此吞并琅琊王的势力，铺平自己的夺权之路。是啊，这个计划若是几个月前和我说起，我只会当一个笑话。可琅琊王目前也似乎进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，战场之上，雷蒙沙败退洛雷山；朝廷之上，皇帝也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，而他的身边，几大守护也纷纷离去。所以大哥，你就选择了更有利的一方吗？唯利是图，从来都是我最大的优点，不是吗？只是这让天下都震颤的琅琊王真的会这么弱？是不是我们暗河也在被他利用？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，琅琊王他在示弱？查理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去逛逛这天启城吧，因为我们也要马上就离开了。确实是一座令人垂涎的城池，尤其是这入夜之后，倒似是那天上什么来着？天上白玉京，12楼5城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天启城到底是天启城，独自一个人坐在高楼上看着月亮，结果一个转头就碰上了一位剑仙，雪月剑仙李寒衣。你要再敢动一下，我的这把剑恐怕就要见血了。雪月剑仙为何来天启城啊？那大家长又为何来天启城？我们可是为了同一个人而来，琅琊王。大家长锋芒愈盛，几日之后若有机会，再试一试高下。外面内卫司的人传来的消息。
果然。李正启，你在哪儿？李正启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你怎么对得起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？废物！你简直就是废物！难怪李的儿子寻求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力量。那人看着他护着自己儿子的力量，还以为会是个慈父呢。父亲，父亲，我一定会拿下金陵演武的，我一定会拿下府长之职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也罢，我来此不是为了窥探你的过往。怎么样？现在你的筋骨已经完全稳固了吧？哲叔，为何你不用吃药啊？我又没受伤，我吃什么药了？哼，我不过是给你传了点我的功力，更何况我那个女还帮我试过针。我现在这个感受啊，哎呀，那是爽快得很呐！哦。他跟我讲，这个神鬼涅槃功带来的那种长久性的功力反噬，往后他会帮我慢慢的调理好的。再不济，不是还有那个小石子吗？哼！若是后续无碍，那我便能放心了。哎呀，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啦。他跟我讲了，等这个天启城的事情了了以后，他就带我回药王谷。他讲啊，那可有几间茅草屋，还有一些牛羊和一片菜地。这个日子呢，过得是枯燥无趣，但是好在啊，还有一片全是整齐草药的这个山谷，以及这个天底下第一的药王。哦，他还讲啊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合力，哼，哪怕是这个河北无常来索命，那也要等个几十年不？你觉得啷子啊？我觉得没问题。两位神医同时医治，哲叔定能完全康复。哎，不是，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，你觉得回药王谷怎么样？你不去吗？好。原来成为药人之后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实在是令人惊骇。今日就先到这儿了。宋宇，
没事。李正气没有见过苏沐雨，所以方才那不是他的心魔，是我的心魔。龙凤现，天地变，风云起，狼牙定。龙凤现，天地变，风云起，狼牙定。龙凤现，天地变。把嘴给我闭上，都不许唱了，散了吧。真是没完没了了。王爷，明日便是大朝会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何，今日满大街的小乞丐都在唱那句歌谣，大街小巷的墙上也被人涂满了这些字。坊间都说，明日的大朝会便是你琅琊王在百官面前登基的日子。那还真是很合适啊！百官之前，天命所受，众将拥戴，便是帝辛、东夷。还有，王爷麾下的好多将军啊，都传来密信了。说了什么？嗨，那是他们给王爷的密信，我怎么敢看？都在王爷书房里放着呢，我去拿过来。不必了，一会儿啊，把这个火盆拿过去，一把火都烧了吧，一个字也不要留下啊。是。可让他们去拿那个东西，放心，苏沐雨既然答应了，他必定会全力以赴。这一次是我连累苏沐雨他们了，所以他们要做的事，我们要做的事，都一定要做到。去把我的球衣拿来吧。王爷要出门，该入宫了。这一次，婉儿姑娘好心帮我们，我们却害得她家都被烧了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师父，宇哥就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趁你配药的时候，特地交代我了，说暗合之后会陪婉儿姑娘一个大宅子。反正嘛，那黄泉当铺里有的是钱。师父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吧？这次药成，那药人之毒就可以解了。自然。师父，为什么要分2壶药啊？我看这里面药材都不一样，你那边那么浓，而我这边清澈的就像是泉水，我还以为我就是在烧水呢。这一壶是治疗药人之毒，而那一壶我自有用处。原来如此。宇哥，就在今夜，长河如今还是没有消息。宇哥，今天暗河岂不是只有你一人出手？是的，今夜便只我一人，斩鬼灭影破光，然后我们离开天际，新的暗河便将于明日出现在这江湖之上。你不让我一同前往，是因为
竟也必得十分凶险。是，竟也知是为何凶险。生死只在一瞬之间。可这是我带领阿和选择了这条路，虽当路行之顽石阻拦之时，也当由我持剑劈开。你这个人看似温柔好说话，可真要下定了决心，100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不过宇哥，你跟之前有很大不同。一定要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夜风寒凉，外面又有鸦叫，为何不关上窗子，挡住这晦气？晦气，那是送给琅琊王的晦气。我正在听这些乌鸦为我这位皇叔鸣叫丧曲。今夜过后，琅琊王便是史书上遗臭万年的一页纸。意图谋逆，然后为了要挟朝中重臣，绑架他们府上的公子，还给他们下了毒，更是意图利用这些公子，打造一支不眠不休的军队。啊，真是恐怖啊！而我们，则是为了阻止谋逆不得不出手的忠义之辈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输了，因为他气数已尽，孤立无援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白日里，和我们一起为大皇子办事的皓月君死了，是任务失败后死于蛇毒，用来灭狗。所以你这孙儿是误伤其类，兔死狐悲了。哎呀，母兄，慎言。哎，都是一家人说话，顾虑那么多做什么？殿下有事唤你，莫叫他等急了。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我先告退了。母兄啊，快，请坐。等明日殿下坐上那个位置，我们立下从龙之功。你这孙子可以随新的柱国将军，也就是典将军出征时，便能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。可是谢兄、穆兄，正如这孩子所顾虑的那样，大皇子真的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对象吗？为何不是？大皇子乃天皇贵胄，皇室正统，正乃光明所在。还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吗？更何况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墨云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逆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
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。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灭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
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衬托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哀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，曲折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活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十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流神月下下残风冥冥中汹涌，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峰乱岗，闭上眼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天地长空，等空出世扭转乾坤，黄雨小子灵根深，走在我脚下无不寻根，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众生，一夜的人满眼泪痕，逆流了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四季将无知群像，向这里主滔滔，而雷不化东风起，此反风云，利剑真高，江州北风光临宁千万顷，一流水洒背负来将心了几万里，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波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命，传至光明无悔，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
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进来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勿近勿深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要救邪魔障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我的命啊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
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哼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
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
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麝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珍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即日，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
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
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了。别乱动！